咱们都知道，日本皇室沉迷近亲结婚，后代非死即残，如今几乎快要绝种了。但让人想不到的是，他们这优良的传统居然是老祖宗传下来的。日本神话究竟能有多奇葩，有无有会，震得人三观稀碎。传说在天地初开的时候，日本出现了一男一女，这俩人就是日本的父神母神，有点像伏羲和女娲。不过这俩不仅是夫妻，还是亲兄妹，男的叫伊邪那岐，女的叫伊邪那美。这俩刚诞生的时候，世界一片荒芜，俩人就琢磨着建立一个大日本帝国。于是他们先是将天神赐予的长矛投入海中，海水瞬间凝聚成小岛，日本的第一个岛就此出现。兄妹俩有了落脚之处，开开心心过起小日子。但很快画风就逐渐变得迷惑起来。这对兄妹夫妻平时除了看星星看月亮，还喜欢研究人体构造。有一天，伊邪那美突然说：哥啊，你的身体怎么和我不一样呢？伊邪那岐回答：妹啊，我俩刚好互补，你发现了吗？这样吧，我们绕着这根天柱反方向走，再次相遇的时候，我们俩就在那里结合，创造新的世界吧。伊邪那美害羞地答应了。于是俩人开始绕着天柱绕圈。相遇后，伊邪那美高兴地大喊：好一个英俊的男子！伊邪那岐则回应道：好一个美丽的女子！一番互吹之后，他们就开始日夜不眠地造人。要不怎么说近亲不能通婚呢？他们生的第一个孩子特别畸形，骨骼发育不全，甚至称不上是人，而是一只水蛭。夫妻俩的自尊受到极大冲击，心想我俩这么好的基因，娃居然没继承一点，越想越气，于是直接把孩子扔进了河里。第一次造人失败，夫妻俩又开始紧锣密鼓筹备第二次，可生出来的依旧不是人，而是一个岛，且还是丑到不可直视。俩人崩溃了，只好去求天神。天神一捋胡子：你们告白的顺序错了，绕柱子之后应该哥哥先开口说话，不能妹妹先开口。俩人醍醐灌顶，赶紧回家重新绕了一遍柱子，重新说了一遍你好帅你好美。这次之后就顺畅多了，俩兄妹如鱼似水，疯狂结合，先是生了一堆岛屿，组成了日本的国土，然后又吭哧生了足足35位大神，什么房屋神、河神、海神、农业神之类的。最后生出来的火神加巨土，脾气极其暴躁，刚一出生就开始喷火，他妈都没来得及反应，整个下半身就被烧坏了。伊邪那美元气大伤，只能卧床休息，期间他痛苦不堪，上吐下泻，呕吐物变成了矿山神，排泄物则成了粘土神。不得不感叹，日本文化实在太刺激了，精神状态领先我们好几个次元。经过一番痛苦煎熬，伊邪那美还是没能挺住，眼睛一闭嘎掉了。伊邪那岐万分悲痛，哭得惊天地泣鬼神，他流下的眼泪化成了气泽女神。好家伙，男的也能生，而且还是单性繁殖。伊邪那岐正伤心呢，可那罪魁祸首却啥也不知道，还在那使劲喷火。他气得半死，直接一剑砍死了这个孽子。火神嘎了之后，他的血液器官又化为了8个大神。至此，日本神话中古早大神基本全部列位，每一个都来得那么离谱，不是呕的就是拉的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后边还有更变态的。日本皇室想要维持万世一系，传了126代，近亲结婚的就有几十代，主打一个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天皇跟皇后的关系，要么是兄妹，要么是叔侄，甚至还有封自己老母为妃的。第25代天皇武烈就在10岁的时候娶了自己亲生母亲春日大娘。第16代天皇仁德更是为了娶亲妹妹，直接把自己的原配皇后活活气死。第41代天皇是位女性，叫持统天皇，她的丈夫就是自己的亲叔叔。这一代代传下来，基因早被霍霍的不成样子，还没绝种已经是奇迹。第123代天皇大正就是出了名的傻子，差点沦为全世界的笑柄。大正天皇是明治天皇的孩子，他的15个兄弟夭折了11个，天皇位置没人坐，只能落到脑子不大灵光的大正身上。人傻就算了，
长得也很磕碜。从日本皇室留下的照片就可看出，这些公主太子没一个好看的，要么尖嘴猴腮，要么眯眯眼地包天。天皇亲王们一个个都很袖珍，明仁天皇身高1.62米，德仁天皇身高1.63米，1.73米的文仁亲王都能称得上是巨人。最恐怖的是，如今的日本皇室子嗣极其单薄，早已生不出儿子，可日本人又封建的很，讲究个皇位传男不传女，延续了2600年的菊花王朝，你说他们究竟会不会就此绝户呢？其实日本皇室能走到今天这地步，全是自个霍霍的。从老祖宗开始就不正常，就连神话都喜欢搞近亲那一套。传说日本的母神伊邪那美死后，她的哥哥兼丈夫伊邪那岐终日以泪洗面。有天他实在忍不住了，就追去黄泉打听老婆的消息。果然，作为母神的伊邪那美并没有魂飞魄散，而是被关在黄泉国回不来了。伊邪那岐苦诉衷肠，说妹子，咱们的娃还没生够，跟我回去继续造人吧。伊邪那美听后也是潸然泪下，但她已经吃了黄泉的饭食，没法轻易回到人间，只能去哀求黄泉之神。她嘱咐丈夫在黄泉门口等上一段时间，这期间绝对不能进来。伊邪那岐同意了，没想到这谈判如此艰难，一直没有妻子的消息，他很是焦灼，最后没忍住闯入了黄泉国。不进不知道，一进吓一跳，曾经如花似玉的老婆如今已变得不堪入目。伊邪那美全身溃烂，脸上流脓，看到这景象，伊邪那岐再也顾不得什么夫妻之情兄妹之意了，直接撒腿就跑。伊邪那美心如寒灰，之前的誓言原来都是放屁，狗渣男给我死。他命令黄泉女鬼们追上去索命，可他哥是真被吓到了，一点也不顾念往日情分，直接推了一块大石头挡住伊邪那美的路，任凭妹妹在石头那边气到跳脚，他只管逃命。伊邪那美恼羞成怒，只能放出诅咒，你这么对我，我要每天杀你1000子民。伊邪那岐则回道，那我就每天生1500个孩子，看谁先熬死。这便是日本人间生老病死的由来，谁看了不说一句精彩。伊邪那岐连滚带爬逃回黄泉后，发现身上污秽不堪，令人恶心，只好跳进河里洗澡。他脱下的内衣内裤化为了12位大神，搓下来的泥丸子也化为了4位大神，其中一个叫天照大神，是日本人最崇拜的太阳神，而如今的日本皇室就一直自称是天照大神的后裔，血统纯正，不容侵犯。皇室成员生病都只输自己的血，因为输平民的血会污染天照大神的血脉，为此天皇都会定期去医院抽血存储，以备意外。我们无法理解，可日本的百姓却是真把皇室当神来膜拜。日本皇室好像真要绝户了。由于多年近亲通婚，皇室如今子嗣单薄，现任的皇主悠仁更是疑似智障，6岁都不会走路，8岁还认不出自己老爹。一个憨憨为何能坐上皇储之位？这都得归功于日本人的封建优良传统。其实悠仁并不是天皇的儿子，而是天皇的侄子。他能当上皇储只一个原因，是个男的。现任天皇德仁只有一个独女爱子公主。早在1889年，日本的明治宪法就规定，天皇传男不传女，女天皇会导致血统不纯。日本皇室女性的日子可不好过，要么遵从安排去联姻，要么下嫁给平民，然后被皇室除名。德仁天皇就这一个女儿，自然是绞尽脑汁给她铺路。他又是让爱子在公众面前疯狂刷脸，又是联合首相准备修改皇室典范，让女性也能继位。可惜日本民众却不领情，他们最大的爱好就是网暴公主，一会儿说爱子太胖，长得跟他爹一模一样，一会儿说爱子像个男人，造谣他有蒙古人的血统。公主那时候才10几岁，正值青春期，内心很敏感，她被喷到差点抑郁，只能疯狂节食减肥，1年之内暴瘦36斤，还患上了厌食症。这下日本民众又找到了新的喷点，公主是不是吸了的谣言满天飞。还有更离谱的，爱子身为一国公主，居然遭遇了校园霸凌。爱子的妈妈雅子皇后
很是心疼，动用皇室力量雇佣豪华车队，开启24小时无死角保护，还在教室后面坐着看女儿上课。这新闻一出，日本民众又沸腾了，骂来骂去无非就是抨击伢子生不出儿子，还给女儿搞特殊。论封建，日本称第二，没人敢称第一。幸好爱子还有父母的呵护，没有消沉下去，而是越来越落落大方，还成了个学霸，文科常年拿满分，会多门外语，精通书法，擅长相扑。就算爱子做到这份上，他也依旧无缘天皇之位，因为她是个女的。2006年，德仁天皇刚拟定了皇室法典的修正案，他的弟弟文仁亲王就半路杀出，让自己老婆纪子妃冒着大出血的危险拼3胎，在40岁高龄去做试管，生下了日本皇室几十年来的唯一男丁悠仁亲王。这下子爱子彻底无望了，整个皇室乃至全国的目光都聚焦到这个小男孩身上。文仁亲王更是大搞营销，吹嘘自家儿子是岛国第一神童，3岁会插花，6岁会发明，是日本皇室唯一的希望。然而纸包不住火，日本民众很快发现这传说中的男童好像货不对版。悠仁很少参加皇室活动，每次出现都像个木头人，别说发言了，就连笑都不会笑。而且他跟家人沟通时用的竟然是发育智障儿童的专用手语。网友继续深挖，很快挖出悠仁的入学资质是买的，得奖作文是抄的。他6岁还不怎么会走路，8岁时还认不出自己老爹，对着大伯德仁喊爸爸。16岁生日时去参观农田，他像个机器人一样全程麻木。日本网友忍不住吐槽，亲王好像一个活了200岁的老人，我们日本真的要完蛋了。尽管悠仁亲王的口碑一落千丈，但人家也依旧是皇室的大宝贝。还有教授建议16岁的悠仁赶紧去动精，因为日本皇室急需优秀基因来改良品种，就算王储日后生不出孩子，也可利用高科技实现他们王位8000代的梦想。动精这事儿虽然没提上日程，但选妃倒是已开始安排。据说日本皇室内部早已秘密策划，要选取最优秀最漂亮的女孩进宫嫁给悠仁，成为下一任皇后。呼声最高的就是日本第一美少女芦田爱菜，大家不陌生吧？天才童星，6岁出书，身价过千万，8岁举办个人演唱会，如今更是名校庆应大学的高材生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对此，有教授坦言，这个小姑娘还算优秀，勉强配得上我们悠仁亲王，简直槽多无口。要是简单的拉郎配也就算了，关键日本皇室好像当真了。早在2019年，他们就特地邀请年仅15岁的芦田爱菜在德仁天皇加冕大典上致辞，还给人准备了一件有100年历史的珍贵和服，待遇堪比公主王妃。如此看来，爱将威仪，在座的老铁，你们同意这桩婚事吗？